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商学院哈。我们上一节有讲到关于这个平台的总设置，那么这一节呢，我们来讲一下文章分类的整个文章系统的使用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文章分类，所有的文章体制里面就是从分类开始，然后在分类底下再去建立相应的文章。好，那这边老师有大概做了几个分类，比如说有系统分类的说明或者是有关于这个3G 资讯的或者是站内快讯的，或者是商城公告等等。那当然你会根据不同的文章类型去给它分门别类的把它列出来。那么当我们来设置分类的时候，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去添加一个文章分类。那假设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分类那么分类它又分为1级分类、2级分类等等那如果说我们在上级分类这里选择了一个顶级分类，那就表示它是1级分类它就是1级分类，就像一个架构图一样，它是最顶层的一个分类的方式。假设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培训吧，好吧，做一个培训类的分类那么就写上一个培训就可以了。那排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分类你想把它排到前面的话，你就写1那么它就会排到这个总的分类的第一位，这样可以便于大家看。那这边也有一个选择可以选择是不是在导航栏出现。那导航栏指的就是上面这一排就前台大家看到上面这一排，这个叫导航这边有一个顶层导航，这个是中层导航，最底下这边有一个底部的导航栏3个导航栏你可以先选择它是不是属于在这个导航栏出现，然后最后我们可以到那个导航栏的板块去排序它要不要显示那你这边可以做一些关键词比如说培训或者是课程等等之类的都可以然后这边可以做一个说明，就是培训课程类的分类旗下均是关于培训的相关文章做一个这样的标识，然后点击确定。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建立了一个ID 号为3，然后培训分类为培训的这个文章分类为培训的这样的一个分类都可以看到 OK。 好，那能不能显示在这个导航栏，就是看这个地方，关闭它就不显示，打开它就显示了这样的话我们便于在做导航控制的时候可以做。好，那假设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培训底下再建立几个，我们可以新增一个下一级这边上级分类就是上一级我们刚刚讲到的是顶级分类叫培训，对吧？那我们在培训底下也可以建立一个，比如说系统培训假设一样，你可以把这个排序做一下，那这个排序就关于这个培训类里面的培训了好 OK。那我们可不可以再继续分类？当然可以可以在这个系统旗下还可以再分类，它可以无限级的往下分类。那当然如果你分的太多了那可能就不容易找了那一般我们就分为2类、3类，基本上到3级分类就已经够用了这样明白了吧？好，那这样分类大家都会添加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添加文章那当我们在添加文章的时候，我们现在选择到这文章，你可以先选择一下这个文章列表。那么在这个文章列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添加新文章假设我们现在添加一篇文章叫做培训系统操作，或者是写一个操作系统说明等等之类的文章那当然操作系统文章我们是属于培训类的话，我们就选择一下培训那你也可以选择1级分类或2级分类。假设我们刚刚有做了一个2级分类叫做系统培训，我们就选择这个系统培训。那么关于这篇文章你要不要置顶，或者是它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文章，你可以去选择它。假设我们把它做一个置顶然后作者呢是老师 OK 作者的 email， 这是会便于大家能够来跟这个作者联系使用的我们来假设它的描述跟关键词我就不再做解释了我们把它放到第一个。好，那这边有一个外部连接那么外部连接的话，你可以去链接到别的文章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再去写了
啊，然后它也可以上传一份文件，比如说 Word、PDF 等等之类的都可以，也可以上传图片都可以哈。我们先把它确定掉。好，那我们是不是建了一个文章的这个标题出来了？好，这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来进行编辑，这边有一个文章内容，文章内容的使用也是采用这种编辑器的方式啊，大家可以看到有点像 Word 里面的很多功能哈，比如说排版类的啦，或者是可以在里面加。好，假设我们刚刚这个是叫做系统培训，我可以把它居中，好，就像写文章一样哈 ，OK。那么我也可以把它再往下放。啊，那么我也可以去给它排版都可以啊。大家看到在这边，它已经到这里来了啊。按照空格，这里是操作系统说明的文章啊。假设，那当然我们可不可以在里面添加图片？当然啦，你点击添加图片就可以了。那当然你也可以去调用别的地方哦。那你也可以去选择上传。好，那这个上传的排法跟这个 Word 的编辑方式是一样的。可以居中对齐啊，可以在文章的左侧对齐、右侧对齐啊，都可以啊。那你也可以搜索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文章啊，你可以去百度啊或者 Google 上面去搜啊。假设我们来一个培训类的吧 ，OK， 那我们可以搜索一下，那很快速的关于这个培训的百度里面的所有的图片它就会出现了啊。那我们就可以传上去。我们现在假设来传一张图片吧。好，我们来对齐一下，好，可以保存到这个位置来。好，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去添加很多的影片。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添加一些表情符号，小青蛙啊，或者说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些颜色，或者是手工画图都可以。好，看到了吗？我们就手工可以画图上去啊。那当然，你也可以传一部影片啊，都可以。OK，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提交了。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提交了。这样的话，我们的文章就已经建立完毕了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到前台去看一下，我们刚才有建立的一个分类啊，叫做培训啊。那么培训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系统培训啊，这是我们刚刚写的一篇文章啊，有没有一个小青蛙的表情，再加上一个刚刚老师用手画的这个图片都可以啊。好，那么现在文章跟分类大家都会建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有时候我们写一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在某个时刻去发布啊，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今天刚好是这个2021跨2022年的一个跨年夜哈。那假设我们指定了这个时间，但是我们下班了又没有时间去给它发布怎么办？我们可以设定一个自动发布的功能。好，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个功能，比如说我们要在什么时间几点几分进行发布，确认以后你就可以发布。那么时间到了，这篇文章就会主动的发表到了前台去。那当然你也可以批量取消一些文章都可以。好，那关于文章系统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在下一节再见，拜拜。